话说在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无定河的北岸，屹立着一座雄伟醒目的古城遗址。因为古城的城墙呈白色，所以当地人都把这里称作白城子。这座白城子在古时候正式的名称叫做统万城。公元413年，大夏天王赫连勃勃在无定河畔一处水草丰美的地方下令建造新的都城，由麾下大将赤干阿力全权负责，取一统天下君临万邦的意思，将这座新城命名为统万城。为了这一次筑城他们累计动用了10余万人的劳力。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赤干阿力采用了征土筑城的方法。验收的时候呢，拿起锥子往城墙上使劲凿，如果这个锥子被凿进去1寸，立斩相关负责人，并且将其尸骨直接埋入城墙。前后历时7年，统万城终于建成。整个城池的城墙异常坚固，据说可以磨砺刀斧，用硬物击打会冒火星。赫连勃勃根据当时4方不同的势力，将东西南北的4座城门命名为昭魏门、朝宋门、浮梁门、平朔门，以此表示自己要统一天下。统万城建好了以后当时大夏国的一位名叫胡义周的大臣，专门为统万城写了一篇统万城名，并且把它刻在石碑上，立于统万城南。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五胡十六国的第18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匈奴是一个神秘的游牧民族，匈奴人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文明。赫连勃勃最后的匈奴大单于统万城，匈奴人留在世界上唯一的一座都城遗址。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拨开相隔1600年的重重迷雾，来聊一聊大夏国，说一说大夏天王赫连勃勃。赫连勃勃的原名叫刘勃勃，他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代。汉晋以来的匈奴，除了入塞而居，后来跟随刘渊建立了汉昭帝国那部分以外，仍有一部分生活在草原上，过着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未曾改变的游牧生活。这些匈奴人和迁居到草原的鲜卑、柔然、丁零等等民族相互通婚杂居，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些新的部落。这些部落当中最大的一支就是铁服部。所谓铁服，有胡父鲜卑母的意思。在赫连勃勃的曾祖父刘虎时期铁服匈奴的历史开始相对明朗。当时的中原地区连年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铁服匈奴先后依附于前赵、代国、西晋、后赵等等政权。到了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统治时期，铁服匈奴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各割据政权相互拉拢的力量。然而在公元391年，刘卫辰出兵攻打北魏南部，遭遇惨败，并直接导致铁服部的崩溃，包括刘卫辰本人在内，以及宗族亲眷5000人被杀。当时年仅11岁的刘勃勃只好四处流亡，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刘勃勃最早投奔了今天延安附近的赤干部，赤干部的首领他斗福打算把他直接送给北魏，卖个人情。他斗福的侄子赤干阿力从外地飞速赶回来，劝说叔叔他斗福说，鸟兽在走投无路时投入人的怀抱，尚且应该帮助他免于祸难，何况刘伯伯是家破人亡向我们归顺呢？即便容不下他，也应该任由他投奔别处，现在把他抓起来送给北魏，实在不是仁者之举。但是赤干他斗福担心受到牵连，完全没有听从赤干阿力的建议。赤干阿力呢，于是暗中派人在半路上抢走了刘伯伯，并把他送到前秦将军莫一干那里。莫一干看刘伯伯这小伙子长得是一表人才，很是善待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392年，莫一干向后秦投降，刘伯伯呢也就跟着成了姚长、姚兴父子的臣民。史籍在此后10余年再不见有关刘伯伯的记载。
长大后的刘伯伯啊，小伙长得很哇塞，2米开外的大个，膀大腰圆，身材壮硕，风流倜傥，相貌堂堂。到什么程度呢？后秦皇帝姚兴在见了刘伯伯之后，一见为之倾心，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常常和他讨论军国大事，对他的宠遇渐渐就不自觉的高出了一些勋贵。那么刘伯伯不俗的谈吐和举止仪表，也就随之引起了旁人的戒备和毁谤。姚兴的弟弟姚雍就认为刘伯伯这个人啊不可亲近，可是姚兴本人并不这么认为，他反倒觉得伯伯有济世之才，我正准备委以重任，何必要如此猜忌呢？于是想要任命刘伯伯为安远将军，让他协助高平公莫一干，把3城朔方的杂役以及原来刘卫辰的3万部众都交给刘伯伯统领，以此呢便于和北魏方面相抗衡。姚雍听姚兴这么一说呀，仍然坚持己见，认为万万不可。姚兴就问弟弟：“那你何以知其为人啊？”姚雍回答说呀：“伯伯奉上慢，欲重残，贪滑不仁，轻为去就，宠之于分，恐终为边患。”刘伯伯这个人啊，对待上级倨傲怠慢，对下属则是残忍寡恩，这是个贪婪狡猾、不仁不义、反复无常的小人。你如果对他过分宠幸，小心他蹬鼻子上脸，成为边关大患。姚雍这个人啊，小字黄儿，史籍中有关他的记载并不多。单从对刘伯伯的评价而言，姚雍、姚黄儿看人极准。如此可怕的论断，让姚兴啊也犯了难。这时候的后秦啊，刚刚经历了和北魏的柴壁大战，姚平4万兵马全军覆没，战将40多员尽数被俘，边境的压力以及无人可用的困境，最终让姚兴铤而走险，仍然以刘伯伯为安北将军、武元公，统领3交5部鲜卑及杂虏2万余落，派他去镇守朔方，用来抵御北魏。这一年的刘伯伯刚刚27岁，从11岁开始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终于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回到了铁腹匈奴的兴盛之地河套大草原。到这个时间点，刘伯伯的人生啊，有这么3位关键人物。第一位赤刚阿力，仗义相救，让刘伯伯脱离虎口。第2位高平公莫一干，在他逃亡的路上选择接纳他，并且以自己的女儿相许。第3位姚兴，即便有姚雍坚决反对，仍然力排众议，救命之恩、翁婿之情、知遇之恩。这3个人分别在不同的时间段对刘伯伯恩同再造。可是之后的事情啊，表明刘伯伯同志是一位极端现实主义者，一切只以自身利益出发，翻脸比翻书还快，始终都是一条喂不熟的狼。在出镇朔方以后啊，刘伯伯很快就和后秦主子姚兴撕破了脸。咱们在上一次有所提及，北魏拓跋圭曾以上千匹宝马作为聘礼向后秦求婚，想要迎娶姚兴的女儿。姚兴本来呢已经同意，但是听说拓跋圭已经立了皇后，姚兴立刻拒绝了和亲，并且呢扣留了使者，发动了柴壁之战。几年以后，秦魏2国的关系和缓，拓跋圭呢放回了当时俘虏的后秦将领，姚兴也归还了扣留的使者和千匹战马。可是这样一来啊，无形中就惹恼了刘伯伯。好嘛，我们家和北魏的仇恨不共戴天，你姚兴竟然和他们通好，这还了得？你也太不拿豆包当干粮了。刚好这时候北边的柔然啊，向后秦进贡了8000匹战马。经过刘伯的地盘呢，刘伯伯就索性将这批战马全部截留，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公元407年农历5月，刘伯伯以会猎为名，突然发兵袭杀了他的岳父莫一干，吞并了他的部众。随后不久，刘伯伯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他认为匈奴是夏启的后代，因此立国号为大夏，改元龙生，置百官，大赦境内，建立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匈奴政权。说刘伯伯建了大夏国，可是他的这个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国都，
没有百姓，没有田地，整个一个三无国家。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状态，刘伯伯才敢于在刚刚立国4个月，就带着数万兵马寇掠后秦的边境，在袭破鲜卑、薛干等3部，击斩了后秦守将杨丕、姚师生之后，他的部将们纷纷建议说，陛下想要经营关中，应该先找个根据地，使得人心有所平息。高平那个地方就挺好，山川险固，土地肥沃，可以把那里作为国都。对此刘伯伯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卿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现在是大业草创，兵马不多，姚兴是一时豪杰，诸将用命，现在还不是进取关中的时候。用心经营一座城，等同于自取灭亡，不如用游击的方式打一下，捞到便宜就跑，让对方疲于奔命，而我呢，则可以由实自若。不出10年，岭北河东尽为我有。等姚兴一死，他的4子暗弱，到那时再慢慢夺取长安也不迟。刘伯伯的这一番话其实也是说出了游牧民族一直让中原王朝头疼的核心所在。千百年来，这些人来去如风，居无定所，神出鬼没。他们总是突然出现在边境，劫掠一番之后就扬长而去。等到中原王朝派来兵马围剿，他们早已跑得没了踪迹。即便你集结大军深入大漠，也往往连他们的人影都找不到。等你想要撤兵回去了，他们又会在半路上用雨点般的冷箭向你表示问候。刘伯伯可以说是掌握了这种游击战术的精髓。在这之后呢，他不断的寇掠蚕食后秦北部边境，以至于后秦的一些城池在大白天也不敢打开城门。姚兴得知以后长叹一声，说道：我不用皇儿之言，以至于此。到了转1年的5月，姚兴派左仆射齐难领骑兵2万讨伐刘伯伯。听说了秦军气势汹汹朝自己杀来，刘伯伯选择避其锋芒，迁徙部众，退保到了河曲。齐难以为刘伯伯已经走远，就开始放开手脚，纵兵劫掠。正当秦军兴高采烈赶着牛羊撒欢的时候，刘伯伯已经领着人悄悄接近了他们。一阵鼓角声响起，匈奴骑兵发动突袭，秦军是慌不择路，四散奔逃，被俘斩多达7000多人。齐难引兵退走，刘伯伯紧追不舍。最后到了牧城，齐难被生擒活捉，余下的13000骑兵也被刘伯伯吞并。后秦的2万人全军覆没，这下让刘伯伯声威大振，岭北一下附于伯伯者以万数。边患日益严重，这姚兴很是窝火。1年多时间以后，秦主姚兴御驾亲征，讨伐刘伯伯。大军行至2城，姚兴开始犯二。他自己领一部分人马留在2城，派遣安远将军姚祥等人出去分都粮运。刘伯伯得知以后呢，趁着后秦四处分兵之际，领兵突然出现在2城的郊外，把2城围了个水泄不通。2城这个地方在哪儿呢？根据《资治通鉴大词典》的解释，2城就是苻坚时候的2县城，大致的位置在今天陕西黄陵县的西北。姚兴是完全没有料到匈奴骑兵来的这么迅猛，一下子就麻了爪。他想要扔下大部队，率领一支轻骑突围去找姚祥。感情两军相遇还没开打，这皇帝就已经急着要跑路。这时候后秦的右仆射韦华出面劝阻，说如果栾舆轻动，军心害惧，照眼下形势来看必然不战自溃，突围的风险太大，能否安全抵达姚祥营寨谁都说不准，万一中间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望陛下三思姚兴左右权衡，认为韦华说的很有道理，总算暂时打消了突围逃奔的想法，派遣左将军姚文宗领兵迎战刘伯伯。姚文宗这个人极其骁勇，很快将围城的刘伯伯打得节节败退。这下姚兴来了精神，派大将姚余生全力追击。哪想到刘伯伯用兵如神，败退只是装样子，真正的杀招是早已在半路上设好伏兵，等秦军一到，
鼓声大作，伏兵尽出。后秦的军队不出意外的遭遇惨败，主将姚余生也被生擒了去。幸亏姚文宗等人领兵拼死力战，刘伯伯才又退了兵。秦夏双方在2城一战刘伯伯把姚兴打得没了脾气，灰头土脸的回到长安。面对大夏军队不断蚕食，从此以后呢，姚兴只能勉强招架，轻易不再敢主动发起攻势。公元411年刘伯伯攻克了后秦雍州重镇安定。安定这个地方在今天甘肃泾川县北，这是当年姚苌起家的根据地，也是后秦北方的一大屏障。拿下安定，意味着匈奴的骑兵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关中。立国仅仅几年时间，刘伯伯把匈奴人惯用的游击寇掠发挥到了极致。每打下一座城池，几乎都会把人畜全部掠走，只留下一个空壳。后秦军队先后被他消灭的有近10万人，掳掠的人口累计有2万余户，牛马牲畜不计其数。统治范围一路向南扩张，他的统治策略也随之调整。公元413年，刘伯伯下令改元凤翔，正式开始修筑新都统万城。他任命自己最信任的手下，对他有救命之恩的赤干阿力为将作大将，全权负责筑城事宜。将作大将一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皇家总工程师。同时，刘伯伯宣布放弃刘这个得自于汉人的姓氏。他说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灰鹤始与天连，因此改姓赫连。从此刘伯伯变成了赫连伯伯。有关统万城有一种说法，是赤干阿力为赫连伯伯选定了红柳河北岸弃巫山以南的汉代奢岩县故城作为城址。史书记载，这里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又有广阔的牧场，是兵家必争之地。赤干阿力这个人性巧而残忍，聪明工巧，精通建筑技术，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征土筑城，追入一寸，击杀作者而并筑之。现在的人们如果采用同样的标准严格要求，想必就不会有什么豆腐渣工程了。这座城由东西2城以及外郭3部分组成。据现代考古发掘测量得出，东西城的总面积约为78公顷，城基厚达25米，墙体也高达20多米。城墙上每隔一段就会修建一座马面，用来保护城墙和加强防御。部分马面做了中空处理，中空的马面除了充当武器库，还可以储存各类粮草物资。有部分马面曾经出土过植物种子、鹅卵石和腐烂的粮食。统万城内城的城墙共有马面40多座，各马面之间相隔50-60米。如此密集的马面可以保障弓弩等武器火力，对攻城者全面覆盖。统万城的城墙十分坚硬，甚至可以磨刀。对于统万城城墙坚如铁石的原因，后世的文献有多种说法，包括蒸土筑城、粘土混合米浆筑成、混合牲畜血液筑成等等。但这些记载放在今天都很让人费解。在那个物质生产并不富裕的年代，真的有如此奢侈条件，只是为了筑城更加坚固，就用大锅蒸煮所用的粘土，而且还要用米汤、兽血加以搅拌吗？经过对统万城城墙成分的化验现代考古工作者已经揭开了统万城建筑工艺的谜团。生石灰加水烧制熟石灰必然会产生大量蒸汽，外人远远看去很容易以为是在蒸煮什么东西。白色的石灰水也和米浆外观相似，这可能就是蒸土筑成、混合米浆筑成记载的由来。统万城的修筑获得了赫连勃勃的高度认可，除了各类土木工程，他还命令赤干阿力负责监造各类兵器。每一次有兵器打造成型，工匠必有死者。
弓箭射不穿甲胄，就杀了制作弓箭的人；如果一箭射穿了，就会杀了制作铠甲的人。前后被杀的工匠累计有数千人之多。由此啊，但凡大夏出品的兵器铠甲，全都极为精锐。赤冈阿力还专门打造过一把神兵利刃，经过上百次的熔炼、捶打试验，造出宝刀一口。因为有龙雀形状的大环作为装饰，这把宝刀名为大夏龙雀。刀背刻有铭文：古之利器，吴楚战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公元416年，姚兴因病去世，他的太子姚泓继位，成为了后秦第3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同一年的8月，东晋权臣刘裕起兵伐秦。1年以后，刘裕帐下大将王镇恶攻入长安，姚泓无计可施，领着全族老小来到王镇恶大营投降。这位王镇恶就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不久以后啊，刘裕下令将后秦王室全部处死，其余的宗室成员一律迁往江南。姚泓本人在被押到建康之后斩首，后秦至此灭亡。刘裕在长安仅仅待了不到4个月，留下次子刘义珍以及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镇守关中。刘裕本人急急忙忙赶回了建康。听说刘裕走了，大夏天王赫连勃勃非常高兴，他叫来心腹军师王买德，共同商讨进取长安的策略。王买德看准了刘裕短时间内没有经营关中的意愿，给赫连勃勃出了一条类似关门放狗的计策，在水陆各个要冲安排兵马，截断东晋去来之路，然后升袭长安，申布恩泽。刘义珍黄口小儿，独坐空城，逃窜无所，1旬之内必然会面赴请降。赫连勃勃听后毫不犹豫，立刻采用了王买德的建议，派遣三子赫连昌领兵去往潼关，让王买德统领一支游军屯扎在青泥，长子赫连圭率骑兵2万作为前锋进攻长安，赫连勃勃本人统帅大军紧随其后。公元418年的正月，大夏太子赫连圭的2万大军开至渭水，关中市民归降者络绎不绝。匈奴骑兵还没有兵临城下，长安城那边已经自己人打自己人，乱成了一锅粥。刘义珍当时只有12、13岁，名义上是关中最高长官，实际上呢，由长史王修、司马王镇恶、参军沈田子等人分掌大权。听说了匈奴大军眼看就要兵临城下，刘义珍先是派沈田子率众迎战，由于敌众我寡，沈田子出师不利，退屯到了刘回堡，同时派遣使者向王镇恶报告。王镇恶对王修说：“主公把10岁小儿交给我等，我们应该尽心竭力。如果都像沈将军这样拥兵不进，敌寇何以得平啊？”使者回去原话转告沈田子，俩人原本就互有相图之志，这下沈田子更加把王镇恶恨到了极点。不久后，王镇恶、沈田子这对冤家共同进军北地，抵御夏兵。军中突然传言说王镇恶要尽杀南人，然后占据关中谋反。话说这一天正月15元宵佳节，沈田子邀请王镇恶赴宴议事。为了打消王镇恶的顾虑，聚会的地点被沈田子安排在了傅弘之的营帐。席间，沈田子把王镇恶诓到帐幕后面，事前埋伏好的甲士手起刀落，将王镇恶当场斩于幕后。尽管沈田子在事后声称是奉了刘裕的密令，但是傅弘之还是急忙跑回长安，向刘义珍如实禀报。刘义珍和王修全副披挂登上城头。不一会儿，沈田子就领数十人来到城下，声称王镇恶谋反，所以自己杀了他。长史王修命人抓了沈田子，以未经许可擅杀大将为名，将其斩首。2员上将因为内讧丧命。紧接着呢，主帅刘义珍又因为受小人的蛊惑，派遣亲信杀了王修。这样一来呢，刘裕给关中留下的领导班子彻底报废。一时间将士离心，人人自危，关中郡县尽数向赫连勃勃投降。
夏军进驻到咸阳，刘义珍呢把外围部队全部调入长安，闭城自守。形势已经十分危急，远在健康的刘裕得报以后，立刻决定召回爱子刘义珍，派遣大将朱灵时赶赴长安控制局面。朱灵时一到，刘义珍立刻收拾行装南返。临走前呢，还放纵士卒大掠长安。由于抢来的宝货太多，影响了行进速度，走到青泥的时候，被贺连圭和王买德前后夹击。这会儿晋军由于众寡不敌，终于惨败。傅弘之、蒯恩、毛修之等等将领被生擒活捉，刘义珍独自一人滚落到路旁的荒草中，侥幸活命。被参军段宏找到以后，绑在自己身后，两人一马，总算逃回了老家。朱灵时在长安也没能坚持多久，城中百姓民怨沸腾，一起发动暴乱，赶跑了朱灵时，迎接夏军入城。长安城外北风呼啸，长安城里火光冲天。大夏天王赫连勃勃身披一件猩红色披风，胯下骑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志得意满地进入了长安城。攻占长安以后赫连勃勃论功行赏，大宴群臣。被俘虏的晋将傅弘之不愿归降，他就命人扒光了傅弘之的衣服，数九隆冬，天寒地冻，让他赤裸着在郊外感受大自然的残酷。傅弘之痛骂不屈，最后呢冻饿而死。所有阵亡的晋军将士一律被匈奴人割下头颅，收集到一处，堆积成了一座高耸的金棺。长期以来赫连勃勃尤其喜欢用这种方式向世人表达他在战胜后的喜悦之情。他给这种用累累白骨垒起来的建筑物起了个名字，叫骷髅台。不久后，赫连勃勃在坝上筑坛，宣布继皇帝位，改元昌武。历代史家对赫连勃勃评价不高，主要是因为他的残暴嗜杀。除了常常堆积骷髅台，他还常常拿着弓矢刀剑到统万城上转悠，看到不顺眼的人就会亲手杀之，以此为乐。大臣们如果有谁胆敢对他怒目而视，他就弯掉眼睛；有敢嘲笑他的，就撕烂嘴唇；有直言犯贱的，先割掉舌头，再推出斩首。久而久之，搞得一下萧然，人无生赖。好在他的统治时间并不太长。公元425年南朝刘裕去世3年多以后，赫连勃勃也驾鹤西去，他的儿子赫连昌继位。赫连昌在位2-3年，被北魏的拓跋焘攻破统万城，当了俘虏。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随后被拥立为主，最后被吐谷浑俘虏，送到北魏处死。大夏国历经了3位君主，一共存在了25年。赫连勃勃在群雄割据的16国后期以逃亡之身周旋于多事之秋，拯救了铁服匈奴，也成就了大夏国一时的辉煌。赫连勃勃这个人称得上是气势高爽，风骨魁奇。尧兴笃直而最新，宋祖闻之而动色。政治抱负极为远大，军事谋略也堪称16国名将翘楚级的人物，雄略过人，可是凶残好杀，大兴土木，导致各族人民怨声载道。如果以儒家伦理为参考标准赫连勃勃对尧兴不忠不义，对莫一干不孝，对百姓不仁，成功割据却不能造福一方，酷害朝臣，导致忠良卷舌，残忍狠毒，只比石虎浮生。这样看来，他所向往的大一统也只能是一座没有社会基础的空中楼阁。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漫聊五胡十六国的第18集，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请帮我点赞转发。五胡十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